欢迎你来到咖啡屋，我是一彩。姐妹们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女人明明长得不错，气质也好，一到冷天却被衣服拖垮，显臃肿，显老气，显得没精神。其实穿衣掉价从来不是因为年纪，而是因为选错了衣服。有些款式看似保暖，实则让你贵气全无；有些颜色一穿立刻显得老10岁。今天这期节目，一彩就来和你聊聊降温后最容易让中年女人翻车的6种衣服，显土又显老太扎心，看看你中几条。第一种衣服，假2件毛衣拼接针织。姐妹们有没有发现，秋冬一到，假2件拼接毛衣就满天飞？卖家说得很动听，懒人必备，叠穿即出门，层次感十足。可一穿上身，层次感比真叠穿还假。这些所谓的假2件，看似多了层次，实则少了质感。那种假领子、假袖口，像贴在衣服上的装饰品，让整件衣服像没洗干净的布偶。为什么？因为叠穿的高级感靠的是真实的结构层次，衣料之间的厚薄关系，领口间的呼吸空间，而假2件没有这些空气感，所以无论多少钱都逃不过那种便宜味儿。我见过很多中年女性喜欢这种假拼接毛衣，她们说我懒得搭配，这样看起来也挺时髦。但问题是，真正的时髦从来不是图省事，而是看起来轻松，但暗藏讲究。假拼接就像强行模仿聪明，反而穿出了造作的痕迹。那怎么办？一彩告诉你3个实用替代法。一是用真叠穿取代假层次。拿最简单的例子，白色打底衬衫加灰色 V 领针织，袖口、领口自然露出一点，就比假拼接的层次柔和100倍。这是真层次，有呼吸，有空间，有温度。二是颜色配合3色以内，留出空气。很多拼接衣服的问题是色太多，上半截灰，下半截蓝，袖口又拼黄，一穿出门，别人都得先想半天看哪儿。一彩有个口诀，身上3色以内，一深一浅一中和。比如浅灰毛衣加白衬衫加藏蓝裤，稳轻干净，颜色有层次，但绝不吵闹。3是换材质，让柔与挺对话。假拼接衣服为什么廉价？因为全身都是一个布料，一样软塌塌。想显贵，一定要有对比，上身软，下身挺，针织配牛仔或针织配西裤，让视觉上有停顿，整个人就立住了。如果你真的怕冷怕麻烦，也不用放弃层次感，买一件薄针织加柔顺衬衫的组合，保暖不臃肿，还能随时拆换，这才叫聪明女人的偷懒。姐妹们，假2件最大的错不是假，而是它偷走了你的气质自由。衣服的层次就像女人的阅历，不是缝出来的，而是活出来的。真正的高级从不怕多花一点心思，那一点点搭配的真诚，就能让你赢过90%的同龄人。第2种衣服，劣质针织衫。姐妹们，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？秋冬一到，针织衫成了衣柜标配，柔软、保暖、舒服，好像谁都离不开它。可偏偏针织穿不好，就像穿上了家居服出门。有些针织衫看起来柔软，但一上身塌宽没精神。尤其那种暗红、土橘、咖啡混灰的颜色，加上起球、松领、垮肩，整个人的气色瞬间暗3度。不是你老，是针织衫在偷走你的精神气。针织衫是最考验质感的单品，因为它离脸最近，它的织法、光泽、挺度，决定了你看起来是贵气还是疲态。一件好针织，
能让你显年轻，一键插针织；能让你显疲惫、显老、显没层次。针织衫有3个显老陷阱，最常见：一是颜色太暗，黑、棕、灰混穿没有对比度，肤色更暗；二是领口太松，没有支撑感，显脖短、显颈纹；三是材质太糙，人看起来糊，整个人没有光。那怎么穿才对？一彩告诉你3招就针织。第1招，选浅灰、燕麦、奶白、薄驼，这些青色系会自然提亮肤色，尤其是浅灰这一个颜色，就像是冬天的滤镜，无声却最有气场。第2招，针织要软中带骨，也就是肩要顺，身要挺，千万别选那种大垮肩、无形状的针织，看起来就像穿着被子出门。如果你肩窄，可以选带插肩线的款；如果你肩宽，选圆领收口的款。这些微调决定气场。第3招，搭配。针织衫最大的误区是，大家都只看上衣，不看下装，结果上身松，下身也松，整个人像没精神的气球。想要气场，上松下紧或上短下阔，比如灰针织加直筒牛仔，驼针织加白阔腿裤，奶白针织加黑长裙。另外，别忽略了领口和袖口的干净度，那是一个女人气质的边界线。毛边、松线、起球，这些小细节最容易让人觉得你邋遢。有时候，真正显贵的不是新衣，而是一件老衣的干净。很多女人到秋冬，总觉得自己怎么穿都没精神。其实不是脸的问题，也不是年龄问题，是材质问题。你选的衣服决定了你在光里的温度，好材质等于会反光，那种柔光不刺眼，但能映出你的温柔。姐妹们，针织衫不是越厚越保暖，也不是越贵越高级，它只讲一个原则：软中有骨，静中有光。你可以穿得温柔，但一定要有精神气。针织是冬天最贴心的朋友，但前提是它不能比你更软。第3种衣服，钛花的羽绒服。羽绒服是最容易暴露品味的单品，它自带蓬松感，本身就容易显壮，再加上乱七八糟的印花、亮色、反光面料，整个人就像一床移动的花被子。而且越是花越难搭，你想配裤子太深显沉，配浅色又乱，配包配鞋全都不协调。所以一彩要说一句扎心但真的话，花羽绒服是中年女人冬天掉价的起点。非但你知道吗？那些看起来高级、干净、气质满满的女人，她们也穿羽绒服，区别只是她们选的颜色更安静。第1招，先选色。羽绒服颜色越浅越显贵，驼色、米白、浅灰、藏蓝这4个色系就像是冬天的滤镜，让皮肤亮，气质松。反而是那种正红、糖果粉、亮紫，穿上身立刻掉温度，不是你老，而是衣服太吵。第2招，看面料。很多人喜欢反光面料，以为防风显新，其实那种亮亮的光泽最容易显廉价。真正有质感的羽绒服是哑光的，略微有绒感的面料，像雾面、质感、磨砂感或轻柔尼龙面，光线打上去是柔和的，不是闪闪的。第3招，选版型。很多人一冷就选长到小腿的羽绒服，结果人像被衣服吞掉。可以用上短下长，让重心往上提，比如一件短款羽绒加半身裙，或者中长羽绒加窄口裤，让腰线露一点，脚踝透一点，人自然就轻盈。有人问我，一彩，我不想买新的，那旧的花羽绒怎么救？我告诉你3步：用纯色围巾中和，
比如灰、米、黑，用简约的裤装拉稳下半身，收起花苞、闪鞋，让上身成为唯一焦点。如果花色真的太重，别舍不得，直接断舍离，那不是衣服，是气质的负担。如果你怕驼色显黄，换成浅灰或奶咖。如果你想年轻一点，内搭选白高领加浅牛仔。如果你想气色更好，围巾加一点暖调，杏粉、焦糖都行。记住，贵气不靠花，高级从留白开始。姐妹们，羽绒服的贵不在价签上，而在你敢不敢舍弃那些花。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不追热闹的颜色，只追沉静的质感。冬天的高级从一件安静的羽绒服开始。第4种衣服，老气印花裙。不是所有的花都是女人味儿。很多人一到秋冬就开始翻出花裙子，想着我得穿得柔一点，有点女人味儿。结果一出门，朋友都说，哎呀，你这裙子真像我妈的。那不是你显老，是这裙子太老气。为什么印花裙这么容易踩雷？因为它有3个老气基因。一是花太密，花一密，视觉就乱，远看一团糊，别人只看见花，看不见人。2是底色太暗，黑底、咖底、酒红底，看起来稳重，其实会吸走你脸上的光。3是面料太薄，尤其那种皱皱巴巴的雪纺料，在秋冬穿上去，不仅显廉价，还没重量感。真正有女人味的裙子，不是碎花飘飘，而是线条温柔，质地有分量。高圆圆、刘涛、俞飞鸿这些气质女人穿裙子时，她们都懂一个规律：女人味不靠花，而靠气。这股气来自你的比例、节奏、留白。简单的纯色，柔软的针织，配上一双靴子、一条围巾，就能比碎花更显高级。一彩告诉你3种替代方案，照抄就对。一是碎花换成细纹针织。针织裙的优势是有重量、有垂感。细纹针织会把身体线条藏得刚刚好，既不贴身也不松垮，配上短靴或乐福鞋，整个人既稳又有气质。2是暗底换成浅调中性色。如果你怕纯色单调，可以选带有浅纹理或低对比图案的裙子，比如细格、浅条纹、点点纹，这些都是视觉呼吸感的图案，不喧哗，不抢人。记住，衣服要衬人，而不是人衬衣。3是雪纺换成针织或毛呢。秋冬的花裙最大问题就是轻的没气场。换成针织或毛呢，裙摆的重量一出来，整个人都稳了。毛呢裙有存在感，一看就知道你不是随便穿的。有时候女人不是不美，而是被老花裙拖垮了灵气。那些花哨的颜色会分散别人的视线，而高级的穿法是让别人只看到你的人，不是衣服。所以如果你的裙子花得连你自己都乱，那就是该换的时候了。姐妹们，碎花裙不是不能穿，只是我们得让花变得高级，少一点，淡一点，稳一点。第5种衣服，假皮草与劣质呢大衣。我见过太多女人花不少钱买一件假皮草，想着这样一穿就有贵妇感，结果穿上身像在菜市场走红毯。那种假光泽、膨胀毛感、塑料亮面，会让人一眼看出贵不贵不重要，用力过猛才是真的俗。皮草和呢大衣其实是冬天的气场战衣，但穿对了是贵气，穿错了就是爆发。问题不在价钱，而在材质和线条感。假皮草的问题是反光加厚重，光太亮显胖，毛太厚显假。
真正的高级是那种哑光柔毛，像雾一样不抢光。劣质呢，大衣的问题是它加灰，很多呢大衣看着厚，其实没骨头，穿2次就起球、掉灰、起静电。那种垮下去的肩线、皱成块的面料，就是显老的罪魁祸首。我知道你会说，异彩，我也想穿高级点，可预算有限。那我告诉你，你不需要买贵的，只要学会选对的。异彩告诉你选外套的3步走，立刻拉开档次。一是选哑光材质，无论是皮草还是呢料，都要避开亮光面，光一闪，廉价感就来了。选那种带一点雾感、绒感的表面，比如羊毛呢、羊驼呢、法兰绒，手感要糯不滑。二是选直线版型，外套的线条就像一个女人的脊梁，太多收腰、泡泡袖、夸张翻领都会显得浮夸。学会留直线，你就留住了高级。线条越简洁越显贵。3是配安静色系，真正懂穿的女人从不让外套喧哗，她们穿会呼吸的颜色，驼、灰、奶白、深墨绿、咖，这些颜色不是没存在感，而是稳、沉、静。别以为颜色淡就显胖，其实是反过来，颜色深、反光强才最显臃肿。如果你不想再被衣服吞掉，那就让颜色为你留白。女人的高级不是靠满，是靠空。姐妹们，穿衣最怕太用力。贵不是毛多、料厚、颜色亮，而是你懂得收。当你能让衣服静下来，你的气场反而更响。真正的高级是一眼看不出牌子，但看得出品味。第6种衣服，旧裤型加厚底鞋。很多人以为裤子没坏就能穿，可事实是裤型过时比颜色过时还要致命。因为下半身的线条决定了一个女人的整体气质。你穿什么裤型，别人一眼就能猜出你是哪一年的人。紧腿裤、低腰裤、厚底鞋，这是无数中年女人的气质杀手3件套，因为它们会压重心，把整个人的比例往下拖，显得矮，显得壮，还显得老。过去的裤型追求贴身显瘦，但中年以后，我们需要的是线条留白。裤子越紧，人越硬；裤子越挺，人越松。我们要的不是露腿型，而是塑气场。这3种裤型穿上立刻提气质。一是高腰直筒裤，这条裤不挑人，不挑季节，不挑年龄，它能立刻让腿从腰长到地。选有点硬挺的面料，9分长度，鞋子露一点脚踝，轻盈就有了。2是宽松阔腿裤，阔腿裤不是显胖，而是显稳。它给身体留了空间，整个人就自然松弛下来，而且它会遮一切，大腿粗、腿不直、臀型不理想，全都藏得刚刚好。3是锥形9分裤，如果你舍不得紧腿裤，那就换锥形裤，它上宽下窄，既能修饰线条，又保留一点呼吸感。记得裤脚要露出一点脚踝，加短靴或乐福鞋，气质瞬间提升。姐妹们，厚底鞋真的别再穿了。我知道你会说，我个子矮，厚底能拉长比例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厚底让你看起来更笨。厚底鞋让重心往下压，再配紧腿裤，就像2个铁罐绑在脚上，想显高，靠的是线条，不是堆高度。建议把厚底鞋换成低跟短靴、方头鞋、切尔西靴，这些鞋有线条延伸感，一体顺下去，腿就长了。你会发现，真正显高的鞋不是厚，而是顺。我常说，女人的下半身决定她的稳感。裤型对了，整个人的姿态都会变。你的步伐，你的呼吸，
都在告诉别人，她活得轻，但有力量。姐妹们，我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，天气一冷，就先想着保暖，但穿着穿着，气质就丢了。围巾越绕越厚，外套越穿越花，鞋底越来越高，裤腿越来越紧。镜子里的人暖是暖了，却好像再也看不出那个有光的自己。其实女人到了中年，最怕的不是老，而是穿得越来越没精神。很多人以为贵气靠买贵，气质靠年轻，但真正懂穿的女人都在用减法找回自己。其实我们不需要穿得多时髦，也不需要花很多钱。真正的高级是让人一眼看到你穿得舒服，也活得自在。你的颜色轻了，你的姿态就松了，你的线条顺了，你的气场就稳了。女人的高级感不在外表的热闹，而在内心的从容。从这一刻起，别再穿让你变土的衣服，让衣柜轻一点，让自己亮一点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穿对了，连风都变得温柔。我是一彩，在独处咖啡屋，我陪你。用衣服穿出属于中年女人的温度与力量。你衣柜里的衣服也有掉价款吗？留言告诉我你中了几条。如果这期内容让你找到自己的穿衣方向，记得点个赞，收藏起来，下次穿搭前翻出来看看。别忘了，保暖可以时髦，温度也能有风度。我们在独处咖啡屋，下期见。